在纽约曼哈顿的金融区，有一位名叫迈克尔·格林的投资银行家，他曾是华尔街最耀眼的新星之一，30岁出头就已经坐拥千万资产，拥有令人艳羡的事业和社交圈。然而，在表面光鲜的背后，迈克尔的生活却是一片混乱。每天早晨，他的手机里塞满了上百条未读消息，邮箱里堆积着需要回复的邮件，日程表被各种会议和应酬填得密不透风。他习惯了同时处理多项任务，一边开视频会议，一边回复邮件，一边浏览市场数据。咖啡和能量饮料成了他维持运转的燃料，而睡眠则成了可以随时牺牲的奢侈品。这种生活方式在华尔街并不罕见，甚至被视为成功的标志。直到有一天，在一场重要的客户会议上，迈克尔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随后失去了意识。医生告诉他，这是长期压力和睡眠不足导致的身体崩溃信号，你必须改变生活方式，否则下一次可能就不只是晕倒这么简单了。医生严肃地警告道。这一事件成为了迈克尔生活的转折点。在强制休假期间，他偶然读到了一本关于专注力和心理管理的书籍。书中提到，真正成功的人并非那些把时间填得满满当当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够极度聚焦，对心力消耗锱铢必较的人。受到启发，迈克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他删除了手机上大部分社交媒体应用，设定了严格的邮件查看时间，每天留出2小时的深度工作时间，期间不接听电话，不回复消息，只专注于最重要的项目。起初，这种改变让他感到不适应，他担心自己会错过重要信息，担心客户会因为他的不在线而流失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。他发现自己在那2小时的专注时间里完成的工作，比过去整天忙忙碌碌还要多。他的决策变得更加清晰，投资眼光更加敏锐，甚至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想法。6个月后，迈克尔不仅恢复了健康，他的工作业绩也创下了新高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和满足感。他不再是被无数琐事牵着鼻子走的傀儡，而是成为了自己时间和心力的主人。迈克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却常被忽视的道理：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真正的稀缺资源不是时间，而是专注力和心力。那些看似前途无量的人，往往不是最忙碌的人，而是那些有着极强目的性，对心力消耗锱铢必较的人。对任何一个从零开始的人来说，心力和专注力就是最后的翻身武器，也是个体从平庸走向卓越的法宝。一个人越是珍视自己的心力和时间，最终多半成就会越大。这个世界看似复杂，但所有事情归根结底都是和自己的相处。你是急不可耐还是耐心踏实，取决于你如何运行自己的大脑操作系统。那些现实里拿到大结果的人，都普遍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做事条理清晰，有秩序感，不急躁。这种有条不紊的慢，恰恰成了通向结果的捷径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曾说过，我每天只做3个重要决定，这并非夸张之词。作为一家市值10000亿美元公司的掌舵人，贝索斯面临的决策无疑是海量的，但他选择将大部分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真正重要的问题上，而将其他决策交给团队。
这种对心力的精准分配，让他能够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清晰的思考，做出正确的判断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陷入决策疲劳的困境。从早上起床后穿什么衣服，吃什么早餐，到工作中回复哪些邮件，处理哪些任务，再到晚上看什么电视节目，刷什么社交媒体，我们的大脑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做出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决定，每一个决定都会消耗我们的心力，到最后，我们往往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心理学家罗伊·鲍麦斯特通过实验证明，人的意志力就像肌肉一样，会随着使用而疲劳。当我们的意志力被琐碎的决策消耗殆尽时，就更容易做出冲动的、不理性的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功人士选择简化他们的日常决策。比如史蒂夫·乔布斯每天穿同样的黑色高领毛衣和牛仔裤，马克·扎克伯格的衣柜里也只有灰色 T 恤和牛仔裤。这不是怪癖，而是一种保护心力的明智策略。在中国古代，庄子有云：无声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。代意意思是说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而知识是无限的。如果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，必然会疲惫不堪。这句话在今天依然适用，只不过知已经变成了信息、社交、娱乐等各种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事物。现代人最大的挑战，不是获取信息，而是过滤信息；不是扩展社交圈，而是维护真正有价值的关系；不是增加活动，而是减少无意义的忙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将有限的心力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其实很多人从来都是三心二意的，比如今天心血来潮要做自媒体，刷了无数个教程视频，照着拍了1-2个作品，发表出去，后台显示浏览量才几百，心气就泄了，打算偃旗息鼓了。他们不爱吃无聊和短期内没有反馈的苦，只追求一种手拿把掐的确定性。这样的人做事有一个显性特征，就是喜欢沉迷于追求浅层技能，兴趣爱好太过广泛，但样样通样样松，对很多事情都是浅尝辄止。你让他们去找到一个目标深耕下去，他们做不到的。内在的散漫和缺乏延迟满足的定力，最终演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3分钟热度。所以人想成事，笃定的目的性是很有必要的。极度聚焦就会极度专注，会逼自己进入一种特定的精神场域中，推动执行力的正循环。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在他的作品和访谈中多次提到，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仪式。每天清晨4点起床，写作6小时，然后跑步、听音乐、阅读，最后早早入睡。这种看似单调的生活方式，他已经坚持了几十年。正是这种对写作的极度专注和目的性，让他能够在文学领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。村上春树曾说，天才只是长期坚持的结果。这句话道出了成功的本质，不是偶然的灵感迸发，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投入。在商业领域，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也是目的性极强的代表。尽管他涉足的领域看似多元，电动汽车、太空探索、脑机接口、隧道挖掘，但实际上
这些项目都服务于它的核心使命，确保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星际文明的可能性。正是这种明确的目的性，让它能够在面对无数挑战和挫折时依然坚持前行。相比之下，那些缺乏明确目的性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漫无目的的漂流。他们可能会尝试各种新鲜事物，但很少能在任何一个领域达到精通的程度。他们的精力被分散在太多方向上，结果是哪个方向都走不远。心理学家安吉拉·达克沃斯在研究成功人士的特质时发现，毅力 （grit） 是最重要的预测因素之一，而毅力的核心就是对长期目标的坚持不懈。那些能够设定明确目标并长期坚持的人，往往能够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。目的性强的人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还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。他们有能力对那些看似诱人但与自己核心目标无关的机会说不。这种取舍能力是心力管理的关键所在。养出强心力的关键，就是精简一切消耗你的人事物，本质上都可以纳入精简的范围当中。把当下最值得你 all in 的事情摆上台面，聚心于一处，对外不回应、不解释、不参与，就能开启内观，抽丝剥茧地看清很多事的本质，从系统性的角度去补充自己缺失的部分。真正的高手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，他们会按照客观规律来，找出掩藏在背后的底层逻辑，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来调整自己的偏见，从而达到和客观世界的吻合。这个过程往往耗费大量精力，甚至搞到最后只是为了验证像是1+1=2这样的问题。但完整走过一遍这种推理路径的人，和最终引用别人的论证成果的人，本质上成长密度是不同的。前者务实，相信无用方为大用，做事干脆，擅长通过数据做决策；后者往往人云亦云，跟在别人后面跑，一切思想都是从外界继承来的。这种拿来主义有弊端，就是会让结论来得更容易，导致自己心里始终是浮躁的，总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，于是耐心就无法生长，不认可做小事的价值，开始在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前反复横跳，三天两头更换手里事物的优先级，搞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核心，什么该排后了。于是心力就在这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下耗尽。美国作家亨利·大卫·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道：简朴，简朴，简朴。我说，让你的事物简化为2-3件，而不是上百上千件。梭罗选择离开繁华的城市，独居瓦尔登湖畔的小屋，过着极度简化的生活。在那里，他发现了生活的本质和内心的平静。虽然我们不必像梭罗那样彻底隐居，但他的理念值得我们思考。通过精简生活，我们能够找回对真正重要事物的专注。在现代商业世界中，精简也是成功的关键。苹果公司在史蒂夫·乔布斯回归后的复兴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产品线的大幅精简。乔布斯砍掉了大量边缘产品，将公司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核心产品上。这种少即是多的理念，不仅让苹果避免了破产的命运，还使其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。精简不仅适用于物质层面，也适用于信息和社交层面。信息过载是现代人面临的普遍问题。每天有无数的新闻、文章、
视频、播客争夺我们的注意力。如果不加选择地接收这些信息，我们的大脑很快就会陷入混乱和疲惫。有效的信息筛选策略包括设定特定的时间查看新闻和社交媒体，而不是随时随地刷新；关注少数几个高质量的信息源，而不是尝试跟踪所有热点；定期进行数字排毒，完全断开与电子设备的连接，给大脑留出恢复的空间。在社交方面，质量远比数量重要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能够维持的有意义关系数量是有限的，大约150人，被称为邓巴数。超出这个范围的社交关系往往是浅薄的，不仅不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，反而会消耗我们的心力。因此，与其试图扩大社交圈，不如专注于深化与真正重要的人的关系。这不仅能够提升生活质量，还能减少社交压力和心理消耗。我一直都觉得人一段时间内只能干好一件事，分散就意味着心不专。就好像我这半年多来做公众号，我只能做好文字类型的内容产出，无法分心去做短视频、直播。一个道理，一个真正想源源不断喝到水的人，挑中一口井深凿1万米就够了，没必要去挖无数口1米深的浅坑。不混乱的人，新系统才强。所谓新系统，指的就是你身心的统一度。有些人执行力超强，能指哪打哪，做事干脆不拖延，本质上就是自己指挥的动自己，是身心和谐的外部表征。反观一个新系统混乱的人，在这个时代是被电子产品和各色信息填满的，时间早就被切碎，打包卖给了互联网广告投放商。想静下心来做点什么，专注时间也是很难找的。自己心里没紧下来一根弦，就很难做到快速集中，也就是入定的一种状态。这种类似心流的感官体验，只有品尝过才知道有多美妙。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·契克森米哈伊 Mihai Csikszentmihalyi 在研究人类最佳体验时发现了心流 flow 状态，一种完全投入当下活动的体验。时间感扭曲，自我意识消失，只剩下与任务的完美融合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达到顶峰，同时伴随着深刻的满足感。契克森米哈伊的研究表明，心流状态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可以通过特定条件创造的。任务难度与个人能力的平衡，明确的目标，及时的反馈，对任务的完全专注等，这些条件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新系统，使身心能够和谐统一地投入到有意义的活动中。不知你发现没有，人其实多数时候内耗的根源不来自于做事本身，而是做事之前的反复拖延和踌躇。明明撸起袖子就可以快速做完的事情，非得拖到内心戏演完才开始勉强动手。此时心力已经消耗大半了，哪怕开始做事也只是草草完成。于是完成主义就带来了平庸，甚至进一步演化成内卷。现实里低纬度的竞争基本就是这样展开的。拖延症的背后，往往是对完美的追求和对失败的恐惧。我们害怕做不好，所以干脆不做。我们希望一次就做到最好，所以迟迟不敢开始。这种心理状态导致了新系统的分裂。理性上我们知道应该立即行动，情感上却被恐惧和焦虑所控制。解决这种内在冲突的方法，不是通过意志力强迫自己行动，
这只会加剧内耗，而是重新调整心态，接受不完美，拥抱过程而非结果。日本禅宗有初心的概念，指的是保持如初学者般的开放心态，不被既有的成见和期望所限制。这种心态能够减轻完美主义的压力，让我们更容易进入行动状态。另一个构建强大新系统的关键是建立仪式感。仪式不仅存在于宗教和传统文化中，也可以融入日常生活。晨间冥想、工作前的准备仪式、睡前的回顾与感恩，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能够帮助我们在不同活动之间建立清晰的边界，减少心理上的混乱和冲突。当然，一个人要想保持不混乱，不轻易被外界的节奏带着走，是要回到内在和本性做斗争的。人的本性就是喜好八卦加懒散，不爱思考，这是身体为了节能而做出的本能反应。但除此之外，人身上还有超越本能的神性。这套可以自我驱动的进化系统，来自于你对专注力的刻意训练。你越是自我约束，就越感觉身心轻盈、自律自由，做起事来目的性极强。真正的强者很擅长搞定自己的身体。精力是一切的起点。一个人事业前途的高度，约等于自我经营的能力的强度。现实里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野心，有诚实的欲望。不用看他怎么高谈阔论，只要看对方如何对待睡眠、运动、饮食，以及一切容易让人陷入沉迷的东西。一个把照顾身体和心力作为第一优先级的人，本质上事业也差不到哪里去的。能主动选择和混乱的生活方式划清界限，其实就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成熟。好莱坞演员休·杰克曼在拍摄《金刚狼》系列电影时，需要保持极佳的身体状态。他的日常不仅包括严格的训练计划，还有精心设计的饮食和充足的休息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提到，人们总是问我如何保持这样的身材，但他们往往只关注我做了什么，而忽略了我没做什么。我不喝酒，不熬夜，不吃垃圾食品，这些不做的决定比我做的事情更重要。杰克曼的话道出了一个重要真理：自律不仅是做正确的事，更是不做错误的事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说不的能力往往比说是的能力更为关键。身体健康与心理管理密不可分。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它的运作受到身体状态的直接影响。睡眠不足会损害认知功能和决策能力，营养不良会降低能量水平和专注力，缺乏运动会减少大脑中促进学习和记忆的神经生长因子。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，有氧运动能够增加海马体，负责记忆和学习的脑区的体积，改善认知功能。另一项研究发现，冥想练习能够增强前额叶皮层，负责执行功能和自我控制的脑区的活动。这些发现表明，通过科学的身体管理，我们可以直接提升大脑的性能和心理水平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身心一体的观念由来已久。道家讲究修身养性，认为身体和精神是相互影响的整体。太极拳、气功等传统健身方法，不仅关注身体的锻炼，也重视心灵的修养和能量的流动。这种整体观念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得到了验证。身体和心灵确实是相互影响的系统，而非彼此独立的实体。每个成年人貌似都在随着自己的心意做选择，
但其实不是的。大多数人虽然脑子是自己的，但做决策的方式却是外界灌输的，看似是个人意志，实则是对外的无意识继承。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自建价值体系。所以对待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和心理资产是不重视的，会挥霍，缺乏目标，野心也只不过是膨胀过后的欲望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求。人的身体、心灵、大脑、行为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四位一体的。一个能在社会竞争体系下拿到大结果的人，总归来讲少不了好身体这一环。你要是能搞定自己的身体，不乱造，不自我毁灭，保持持久高效的战斗力，那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基本都算是鸡毛蒜皮。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迈克尔·格林的故事，他通过重新掌控自己的心理，不仅恢复了健康，还取得了更大的成功。他的转变不是偶然，而是遵循了心理管理的基本原则：明确目的，精简生活，强化新系统，照顾身体。这些原则看似简单，实践起来却需要持续的努力和调整。以下是一些将这些原则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策略。1. 建立晨间仪式。早晨是心力最充沛的时段，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最重要的工作或思考。可以尝试晨间冥想、阅读或写作，为一天设定积极的基调。2. 时间块管理。将一天分割成不同的时间块，每个时间块专注于一项任务或一类活动。例如，上午9点到11点专注于创造性工作，下午1点到3点处理邮件和会议，晚上则完全远离工作。3. 定期数字排毒。每周安排一段时间，如周日下午，完全断开与电子设备的连接，让大脑有机会休息和恢复。4. 学会说不，对不符合自己核心目标和价值观的请求和机会，勇敢地说不。记住，每说一次是，就意味着对其他事情说不。5. 培养深度阅读习惯。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，定期进行深度阅读，如读一本完整的书，能够锻炼专注力和思考能力。6. 建立反思习惯。每天花10至15分钟回顾当天的经历，思考什么有效，什么无效，以及如何改进。这种自我反思能够帮助我们不断优化心力的使用方式。7. 优化睡眠质量。保证充足的高质量睡眠是恢复心力的关键。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，创造有利于睡眠的环境，如黑暗、安静、凉爽的卧室，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。8. 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，选择有助于大脑健康的食物，如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鱼类、坚果、水果和蔬菜。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，提升身体能量和大脑功能。9. 创造专注环境，识别并消除工作环境中的干扰因素，如手机通知、噪音、视觉混乱等。可以使用噪音消除耳机、专注计时器等工具辅助专注。10. 培养正念习惯，通过冥想、深呼吸等正念练习，增强对当下的觉察能力，减少心理噪音和内耗。11. 这些策略不必一次全部采用，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1、2项开始尝试，逐步建立适合自己的心理管理系统。关键是持续实践，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
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